3天前，我还是这座大厦的主人之一，今天我被赶了出来。青岩啊，我知道你还沉浸在悲痛中，但有些事必须尽快处理。你也知道，你爸走得突然，公司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。这是你父亲生前签署的股权代持协议，苏氏集团的实际控制权早已委托给我了。这个签名笔记不对，这枚公章也是假的，边缘有 0.3毫米的偏差。青岩，你太悲伤了，看花眼了。苏小姐，这份协议经过公证，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。我们已经和公司核心高管确认过了，财务、法务、人事部门都可以作证。全是你的人。我爸把你当兄弟。苏青岩，签字吧。你爸妈走了，公司总要有人打理。你还年轻，这些事儿你不懂。嘘寒问暖，转头就露出獠牙。我不签。姐姐，你就别固执了。爸爸是为了你好，你拿着这些股份有什么用？你又不懂经营，签了吧，我会帮你照顾好公司的。我拿糖给你吃，帮眼底现在全是算计。子轩，青岩，我们的婚约取消吧，婉柔更适合我。姐姐，对不起哦，我和子轩是真心相爱的，你不会怪我吧？3年，我帮他从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小商人做到身家过亿，我动用苏氏集团所有的资源，铺路搭桥，引荐人脉，一手把他捧起来。我爸刚死3天，他就和我继妹搞在一起。好。姐姐真大度。对了，你住的那栋别墅，爸爸说要用作公司资产，请你今天之内搬出来。那是妈妈生前住的地方，是我最后的念想。另外，你爸你妈的车祸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太巧了？姐姐，保重哦。太巧了。是啊，太巧了。我没有签那份股权转让书，但苏振邦早有准备。公司所有账户被冻结，信用卡全部停掉，手机号注销，从苏氏集团千金一夜之间变成身无分文的孤女。青岩，如果有一天妈妈不在了，这个给你。青岩，卡里有50万，是你外婆留给我的私房钱。小册子里是你爸爸和我这些年研究的商业思路，我们本来想等你接手公司后慢慢教你。如果妈妈没能等到那一天，你自己要学会保护自己。原来母亲早就预感到了什么。青岩，如果有一天苏氏不在了，记住，美妆是我们的初心，从这个小切口重新开始，你一定能超越我们。不哭了，哭没有用，我要把真相查清楚，要把属于我的一切夺回来。苏振邦、苏婉柔、林子轩，一个都别想跑。银行卡里只有母亲留下的50万，这是我全部的资本。这不是苏家大小姐吗？怎么在这儿啊？听说你被赶出家门了。姐姐，
你现在住哪儿啊？要不要我帮你找个便宜的房子？哦，对了，子轩给我买了一套江景房，3000万呢。你以前住的别墅都没这么好。姐姐，你是不是很恨我？可是没办法啊，子轩说和我在一起更有未来。你呢？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连自己都养不活吧？让开。婉柔，别跟他浪费时间了，走吧。姐姐，你要是真没地方去，我可以介绍你去夜店上班哦。你这张脸应该还值点钱。婉柔，你太坏了！以前的苏家大小姐，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真是风水轮流转啊！苏振邦、苏婉柔、林子轩，一个都别想跑。苏小姐，好久不见。你是那个车牌？天哪，是陆家的人！需要帮忙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看着他的眼睛，我的心忽然安定下来。不用，我自己能处理。苏小姐，刚才你说的话我听到了。夜店上班，你觉得苏家的女儿只值那个价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就好，因为从今天起，苏青言小姐由我陆神渊护着，谁动她，就是动陆家。陆晨渊是那个陆晨渊，陆氏财团掌控半个亚洲金融命脉的那个，比苏氏大了不知道多少倍。我不信，你看，陆晨渊出了名的杀伐果断、不近人情，从没有人见过他对谁加以辞色。他怎么会护着苏青言？我不认识这个人，但我能感觉到他说的话是真的。陆晨渊，有需要随时联系我。为什么帮我？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。开一间房，最便宜的。好的，特价房1晚89，押金100，退房时退还。我要创业，从美妆开始。爸妈说的对。苏氏集团的主业是房地产和金融，美妆只是他们最初的小兴趣。但正因为小，苏振不会注意到这个赛道。我可以从这里切入，积累资本，等我足够强大了，再光明正大的杀回去。陆先生，我有一个商业计划，想请你听听，不是求救，是合作。明天上午10点。陆氏大厦见。明天上午10点，陆氏大厦见。从今天起，不会再哭了。爸妈，看着我，我会用自己的方式让所有背叛我们的人付出代价。你好，我预约了10点见陆总，苏青言。苏小姐您好，陆总已经在等您了，请跟我来。坐。陆先生，我想做高端美妆策划。现在的美妆市场，国产品牌主要集中在中低端，高端市场被国际品牌垄断。
但国人的肤质和审美偏好和国际品牌有差异，这是一个机会。我父母生前做过详细的市场调研，他们发现高端美妆的核心不是产品，是故事和体验。消费者买的不是成分，是身份认同。如果能打造一个有文化底蕴、有审美格调的国牌高端美妆，市场空间至少100亿。你的计划？先从策划做起。我不需要陆氏的资金，但我需要一个背书。陆氏旗下有一个高端商场，我想在那里办一场小型美妆展，邀请各大品牌和投资人，这是我的敲门砖。你打算怎么做？这是详细的策划方案。你准备了多久？1个晚上。场地我可以提供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这场美妆展，我要以你的名义办，不挂陆氏的名头。你不需要我的施舍，你需要的是公平竞争的机会。谢谢。不用谢。小李，把江城国际商场3楼的展厅空出来，下周6给苏小姐用。好的，陆总，我马上安排。剩下的靠你自己了。陆先生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这个女人比我想象的有意思。我知道你们刚毕业，可能觉得跟我这样一个刚起步的小公司干没前途，但我可以告诉你们，7天后我们要在江城国际商场办一场美妆展，这是我们证明自己的机会。苏总，我们信你，您给我们机会，我们就拼命干。对，反正刚毕业也没人要我们，不如跟您赌一把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小周负责整理江城所有新锐美妆品牌的资料，你们2个跟我一起跑业务。记住，被拒绝不丢人，放弃才丢人。明白？这是这个月的运营资金，省着点用。我妈留给我50万，除了租办公室和你们的工资，剩下的全压在这场展会上了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坚持，就一定能成功。妈，您留给我的钱，我一定会让它发挥最大的价值。苏小姐，你这个策划案确实不错，创意和流程都很专业。但是你们公司刚成立，连工商注册都不到1周，我们怎么放心把品牌交给你？万一出了问题，谁负责？我可以在合同里加上违约条款，如果出任何问题，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。不好意思，苏小姐，我们还是再考虑考虑吧。好的，谢谢王总抽时间见我。如果您改变主意，随时联系我。苏小姐，李总出来了。苏小姐，你们团队只有4个人，能搞定这么大一个展会吗？我看你这策划案至少需要20人的团队才能执行。李总，人数不是关键，执行力才是。我们团队虽然小，但每个人都能顶3个人用，而且展会当天我会额外聘请兼职人员。不好意思，苏小姐，我们已经有合作方了，祝你好运。第23次了。50次了，50次被拒绝。每一次他们都有不同的理由，但核心只有一个：不信任。可是不信任又怎样？我从一无所有走到今天，靠的就是不放弃。
我看过你的方案了，很专业，场地动线、品牌录入、互动体验，每个环节都考虑得很周全。谢谢林总认可。这份方案我改了10几版，就是想让每个参展品牌都能得到最好的展示效果。说实话，这几天有不少人向我推荐过展会合作，但我都拒绝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愿意见你吗？请林总指教。因为你身上有一种劲儿。我听说你被拒绝了50多次，但每次被拒绝以后，你都会修改方案再重新联系。这种韧劲儿让我想起年轻时候的自己。20年前，我也是一个人，带着一个配方，被所有人拒绝。那时候有人对我说，女人做生意做不大的。但您做到了。是的，我做到了。所以我知道，有些人是值得压赌的。苏小姐，这个合作，我跟你签。谢谢林总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第一个，这是第一个相信我的人。有了第一个，就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。苏总，6个品牌全部确认，护肤3个，彩妆2个，香拥1个，完美覆盖。太厉害了！林威林总签约之后，其他品牌就好谈多了。都说既然东方草本都参加了，他们也愿意试试。这就是背书的力量。有了第一个标杆，后面的就是水到渠成。苏总，明天就是展会了，我们今晚再检查一遍流程吧。好，大家再辛苦一下。苏总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慢慢说。我们展会的搭建方突然打电话来说不干了，说有人出了双倍的价钱让他们去接别的活儿，违约金他们也愿意赔。谁这么缺德啊？故意搞我们！谁出的价？不知道，对方是匿名的。搭建方说对方只留了一句话，让苏小姐好好休息，不用那么累。让我好好休息，这种阴阳怪气的话，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苏婉柔，是你吧？慌什么？搭建方跑了，我们就再找一个。可是苏总，现在都晚上10点了，明天一早就要开始搭建，哪来得及？来得及。小周，把江城所有搭建公司的电话都给我找来。现在？现在。有人想让我倒下，我偏不。这场展会，明天必须如期举行。喂，请问是新达搭建公司吗？我们展会后天开幕，急需搭建。苏总，您已经打了30多个电话了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喂，请问是盛华展览搭建吗？我是青妍美妆策划的苏青妍，我们展会后天开幕，搭建方临时撤了，能接吗？苏总，实话跟您说，我们能接，但人手不够，只能连夜赶工，而且得加价50%。加，但我有一个要求，质量必须保证，一个细节都不能出问题。苏总放心，我们的口碑您可以查，绝对不会让您失望。好，半小时后我到现场。苏总，加价50%，我们的预算……钱可以再赚，机会错过就没了。小周，你先回去休息，明天展会还需要你。那您呢？我去现场盯着。苏总，这个展台的灯光角度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往左偏5度，产品的质感才能出来。好嘞。谢谢苏总，您怎么还亲自搭手啊？你们辛苦了，大家一起干，快点完工。苏总，您去眯一会儿吧，剩下的我们能搞定。不用，马上就好了。辛苦大家了。苏总，您才辛苦，您快回去睡一会儿吧，开幕式可不能顶着黑眼圈。苏总，您昨晚几点睡的？够了，只睡了2个小时，但今天我必须拿出最好的状态。
苏总，展会正式开始了。王总，这款精华主打东方草本成分，核心技术是自主研发的透皮吸收专利，去年在法国美妆展拿到了金奖。法国美妆展的金奖，这个含金量不低啊。是的，而且复购率高达68%。目前他们缺的不是产品力，是品牌曝光和渠道资源。苏总对市场的判断很准啊，这个项目我有兴趣，可以详谈。苏总，我刚才看了你们的彩妆品牌，设计理念很独特，是走国风路线。李总好眼光，这是正在爆发的赛道。品牌的定位是东方新彩妆，把敦煌壁画的色彩美学融入现代妆容设计，年轻消费者对国潮的接受度越来越高。有数据支撑吗？当然，根据行业报告，国风彩妆市场增速达43%，这个品牌的转化率是同行的2倍。苏总，意向书我带来了，今天就可以签。感谢李总的信任。这个女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出色。苏总，已经有3家当场签了意向书，继续保持，不要松懈。哟，姐姐，你也在这儿办展？这么小的展厅，能装得下什么呀呢？这种小品牌能有什么前途？姐姐，你是不是被骗了？苏小姐，我们品牌虽然小，但拿到了国际美妆大奖，这是业内认可的权威奖项。国际大奖，花钱买的吧？苏婉柔，如果你今天是来参观的，我欢迎；如果你是来捣乱的，请你出去。出去？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出去？这个展厅是陆氏的吧？你一个小策划，凭什么用陆氏的场地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傍上了陆总？姐姐，你可真行啊！爸妈刚死。苏小姐，这个展厅是我以个人名义借给苏青言的，你还有什么疑问吗？没有。那就请你安静。还有，你们拍的照片，如果有一张出现在明天的报纸上，我会让你们的报社从江城消失。陆总，删了，全删了。这只是开始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。各位，让大家见笑了，请继续参观。苏总，这次展会办得太专业了，我们当场拍板，年度策划就交给你们了。谢谢，感谢信任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。苏总，你们这次选品眼光独到，我们品牌去年拿的国际奖项，在这里终于遇到了懂行的人。苏总，6个品牌全都签了年度合同。知道了。听说了吗？这场展会是一个叫苏青言的女人办的，小而精，水准不输国际大牌。苏青言，这名字我记住了，以后美妆圈要多个厉害角色了。300万，第1桶金。苏总，你太厉害了！我看苏婉柔那脸色比吃了屎还难看。对，看他当时那个怂样，还不是被陆总一句话吓跑了？咱们苏总就是有本事，展会办得漂亮，人脉也硬。别高兴太早。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苏总，你是说苏婉柔还会搞事情？他那个性子，
今天丢了这么大的脸，不报复才奇怪。今天庆功，明天继续打起精神。我们才刚刚开始。明白，苏总。苏总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苏婉柔，她暗中联系了我们正在谈的几个潜在客户。顾兆劝，现在数十个难谈得起。他说要低价截胡，比我们报价低30%，这分明是亏本抢单。苏总，怎么办？低价截胡，他想用钱砸死我们。苏总，苏婉柔低价截胡，那几个客户会不会被他抢走啊？没事儿，他截不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方案是抄我的。你看，这几个客户的痛点，只有深入调研才能知道。苏婉柔临时抱佛脚，拿到的信息都是表面的。他报低价，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些客户的真实需求。林姐，可是万一客户就图便宜呢？高端品牌要的不是便宜，是专业。等着看吧。苏总，结果出来了。苏婉柔确实拿到了2个客户的报价，但那2个客户最后都没和他签约。签了谁？签了我们。苏总，你太神了。客户说了，虽然苏婉柔报价低，但方案完全不对路，他们不放心把品牌交给他。意料之中。苏总，你怎么这么淡定啊？这可是把苏婉柔打脸了。这就是专业的力量。我不是靠关系、靠低价赢的，我是靠真本事。而苏婉柔除了会抄、会耍手段，什么都不懂。苏总，要不要发个朋友圈庆祝一下，让某些人看看？不用，把精力放在服务好客户上，比什么都强。这是我跌落谷底后第一次出现在正式的社交场合。那是苏青言吧？苏氏集团老苏总的女儿，她怎么会来这种地方？听说她最近自己开了公司，搞美妆策划，做得风生水起。苏小姐，恭喜你啊，最近风头很劲。王总过奖了，都是些小打小闹，不值一提。听说你父母的事儿，节哀顺变。你父亲当年可是我的老朋友了。谢谢王总挂念。你一个年轻女孩独自打拼不容易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，我能帮的一定帮。谢谢王总，我记住了。姐姐，你也在啊？我听说你公司最近接了几个单子，恭喜恭喜啊！谢谢。不过姐姐，你一个小公司能吃得下这么多业务吗？要不要我帮你分担一点？毕竟你的能力大家都知道。不用。哎呀，姐姐别这么见外嘛。你以为你赢了？告诉你，那几个客户是我故意让给你的。你以为你那点小打小闹能翻出什么浪花？苏氏集团，你永远拿不回去。苏婉柔，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你太沉不住气了。你为了抢我的客户，让人偷了我的方案，但你偷的方案是初稿，里面有几个关键数据是错的。你要是真看过我的方案，真懂行，你就不会犯这个错。偷方案，这苏家二小姐的吃相也太难看了吧！难怪客户没选她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我故意在初稿里放了几个错误数据，就是想看看谁会偷。果然，你让人黑了小周的电脑，偷走了那份初稿。你报价的时候用的就是那些错误数据，所以客户一看就知道你的方案有问题。不
不是我，你什么？苏婉柔偷方案？我就说他那个报价怎么那么离谱？你胡说！我没有偷你的方案。是吗？这是小周办公室的监控，拍到了你请的黑客。我已经把证据交给警方了。别急着走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各位，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炫耀，也不是为了报复，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，苏婉柔和她父亲苏振博用什么样的手段夺走了我父母的苏氏集团。他们伪造股权协议，转移公司资产，收买高管，甚至我父母的死也和他们有关。你血口喷人，是不是血口喷人？警方会查清楚。苏婉柔，你等着吧，该还的一分都不会少。原来苏氏集团是这么来的，害死亲生父母，这也太狠毒了吧！以后谁还敢跟苏家合作？完了，我的名声全完了。上车。你今天很出风头。但我还没赢。快了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不要说因为我和别人不一样，我想听真话。因为你让我想起一个人。谁？我母亲。她也被人背叛过，从云端跌落到谷底。她没有你坚强。所以，我想看看你能走到哪一步。我会让你看到的。苏清言，小心苏振宝，他比你想象的更危险。我知道。这条路虽然难走，但我不是一个人。苏振邦、苏婉柔、林子轩，你们等着，该还的我一定会拿回来。3个月，从4个人到20人，从出租屋到 CBD。苏振邦，你等着，这只是开始。300万到3000万，10倍，10个高端品牌的独家策划，2个国际奖项提名，那些做了10年的老牌公司也不过如此。苏总，林薇姐那边来电话了，她说想和我们签3年的独家战略合作。说可以，但条款要改。改哪里？利润分成比例从37改成46，我们4，他6。苏总，46的话我们赚的少了，这可是3年的合同。不，林薇是出颜最重要的基石，我要的是长期绑定，他赢，我们也赢，这是双赢。我懂了，苏总，我这就去改合同。3个月前，我站在苏氏大厦门口，被人像狗一样赶出来，身无分文。现在，我有了自己的公司、团队、客户。这只是开始。苏振榜38%，苏婉然12%，其他股东50%。只要我能收购这些领份，我就能成为苏氏集团的第2大股东。小周，帮我约几个人，苏氏集团的小股东，就说我想请他们吃饭。苏振庞，你站的位置，我会一点一点拿回来。你再说一遍。苏总，苏清言通过空壳公司收购了3%的股份，他现在持有8%。废物！你们是怎么定的？
低估他了。给我查清楚谁在背后帮他，一个都不能漏。联系那几个小股东，谁敢卖股份，就是和我苏振邦作对。3个月前，你像条丧家之犬，没想到你像打不死的机枪。做梦！自从苏青言在酒会上当众揭穿苏婉柔偷方案的事，苏婉柔的名声一落千丈，连带着我也完了。商圈里的人都知道我是背叛苏青言的渣男，没人愿意和我做生意。子轩，你最近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。这个女人除了花钱什么都不会。苏青言当年帮我做策划、拉客户、打通人脉，苏婉柔呢，只会买，还在外面惹事。婉柔，你和苏青言到底有什么仇？你为什么非要招惹她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心疼他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就是林子轩，你别忘了，你现在的一切是谁给的？要不是我爸，你还在那个小破公司里当小老板呢。他说的是事实，苏振邦的确给了我不少资源，但那些资源原本是苏青言的。苏振邦用我的公司，我心知肚明，只是不敢说。婉柔，你冷静一点。我不管，你给我去找苏青言，让他放过我们。他再这么搞下去，我们都得完蛋。好，我去找他。那不是林子轩吗？背叛苏总的那个渣男，他还敢来，脸皮真厚。林先生，苏总说今天没有时间见您。你跟他说我是林子轩，他一定会见的。苏总，林先生坚持要见您。林先生，苏总说让您上去。我就知道苏青言心里还有我。青言一定还爱着我，毕竟我们曾经相爱过。他看到我，肯定会感动的流泪吧。青言，好久不见。你来干什么？青言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我想告诉你，我心里一直都有你。我和苏婉柔在一起是被逼的，苏振邦威胁我，如果我不和他合作，他就毁了我的公司。我说完了。青言，说完了就走吧，我很忙。青言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但你想想，我们在一起3年，我对你怎么样？我是真心爱你的。真心？林子轩，你在我父母死后第3天就和苏婉柔搞在一起，你说你真心爱我？那是误会。误会？好，就算那是误会，你现在来找我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还爱我，还是因为你公司快倒闭了，想让我帮你？我查过你公司的账，你帮苏振邦金额超过5000万，你以为没人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林子轩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，否则我把这些证据交给金深，你等着坐牢吧。小周，送客。林先生，请。苏青言，你会后悔的。我最后悔的就是当初帮你。滚！渣男。喂，陈记者吗？我有个料想报。林子轩，对，就是那个林子轩。他公司洗钱的事儿，证据我发你邮箱。林子轩，这只是开始。闭嘴！哭什么哭？可是子轩他活该！我早就跟他说过，做事要小心，他偏不听。
现在好了，把自己搭进去了。爸，你一定要救他呀！林子轩的公司是我们渠道之一，现在渠道断了，很多资金都暴露了。更麻烦的是，他知道太多内幕。如果他为了减刑把一切都交代出来，婉柔，你听我说，从现在起，你和林子阳断绝关系，不管谁来问，你都说你不知道，明白吗？可是没有可是，你想坐牢吗？哼！苏青言，你够狠，但你别以为这样就赢了。林子轩只是开胃菜，真正要对付的是苏振邦。苏总，最新的股份统计出来了，通过壳公司收购的12%零散股份全部完成交割，加上我原有的5%，现在是17%。是的，您现在是苏氏集团第2大股东了。整整2个月，我们做到了。按照公司章程，持股超过15%的股东有权要求进入董事会。苏总，您的意思是准备材料，我要提交董事会席位申请。他想进董事会，错吗？给我挨个打电话，告诉那些股东，谁要是支持苏青言进董事会，就是和我苏振博作对。是，苏总。苏青言，你以为收购几个股份就能翻天？太天真了。苏总，苏振邦那边放话了，说谁要是支持您进董事会，就是和他作对。现在大部分股东都不敢表态，我联系了好几个，都说要再考虑考虑。他越是这样做，越说明他心虚。小周，帮我约王总吃饭。王总就是上次酒会上那位商界老前辈？对，他是苏氏的小股东，持股3%，在商圈里很有影响力。约今晚。王总，我直说了，我想进苏氏董事会，需要您的支持。青言，我和你父母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，你的事儿我多少知道一些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现在进董事会能做什么？苏振邦已经把苏氏搞得乌烟瘴气，你一个人进去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我知道，但我不进去就什么都改变不了。我需要一个合法的身份去查苏氏的账。你想查什么？我父母的死，我怀疑不是意外。你和你妈一样倔，这是我的律师，他会帮你。另外，那几个还在犹豫的股东，我可以帮你做做工作。王总，谢谢您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你比你爸强，你爸当年太容易相信人了，所以才被苏振航钻了空子。你不一样，你像你妈，又聪明又狠。老王，苏振邦那边打过招呼了，说支持苏青言就是和他作对，这事儿我不好表态啊。老张，你跟苏青言他父亲当年也是有交情的，那丫头的遭遇你不是不知道。苏振邦把苏氏搞成什么样了？账目不清，风声不断，这么下去，我们这些小股东的利益谁来保障？这让苏青言进董事会，至少多一个人监督，你我都清楚，他才是苏家真正的血脉。好，我支持。根据公司章程，苏青言女士持有本公司17%股份，达到进入董事会的条件。经股东投票表决，同意票数过半，苏青言女士正式成为苏氏集团董事会成员。苏总，好久不见。青言，欢迎回来。我回来了。你看，苏青言进苏氏董事会了，这不是之前被赶出家门的那个吗？可不是嘛，半年前还身无分文，现在居然成了第2大股东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爸怎么办？他进董事会了，他一定会查我们的账。林子轩的案子还没完呢，要是他再查出什么来，爸，我们会不会……闭嘴！他想查账，让他查。爸，你的意思是？
婉柔，去把财务总监叫来。财务总监，爸，你要……我要做一份假账。闭嘴！闭嘴！按我说的做。苏青言，你以为你赢了？还早着呢。听说了吗？苏青言真的买下了那么多股份，半年前被扫地出门，现在成了第2大股东，这丫头不简单啊！青言，欢迎加入董事会。谢谢苏总。在座的各位，有些是我父母的老部下，有些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，但他们都选择了站在苏振邦那边。现在，我要一个一个的清算。好，既然人都到齐了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项议程，关于公司下半年的财务预算。等一下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我想看公司近3年的财务报表。作为第2大股东，我有这个权利。财务报告在例行的股东大会上公布，现在不是时候。青言，你刚进董事会，有些流程可能还不太熟悉。公司章程第23条，持股超过10%的股东有权在任何时候查阅公司财务记录。苏总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这章程上确实是这么写的。好，你要看就给你看，但财务数据需要时间整理，下周给你。不用下周，我已经让人整理好了。这是财务部的小张给我的，他说这是公司近3年的真实财务数据。真实数据？什么意思啊？财务部的人怎么会把数据给他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让人偷公司的数据？不是偷，是合法的内部举报。苏总，你不想看看这些数据和你们对外公布的财报有什么区别吗？这是公司对外公布的利润数据，各位请看，每年增长15%到20%，形势一片大好，但这是真实的利润数据，每年都在下滑，去年甚至亏损了8000万。你胡说！这些数据是假的！假的？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公司账上的现金和报表对不上？还有这一笔1个亿的资金去向不明，为什么有将近2个亿的资金不知去向？青言，这些数据需要核实，今天的董事会到此为止。我还没说完。各位董事，苏振庞担任苏氏集团总裁6年来，通过关联贸易、虚增成本、转移定价等方式，侵吞公司资产超过3个亿。这些资金大部分流入了他在境外的私人账户。你血口喷人！是不是血口喷人？让审计来查就知道了。我已经向证监局举报了，明天审计组就会进驻苏氏。这一下彻底堵死了苏振邦和苏婉柔的所有退路。这怎么办？我早说过，有些事不能做得太过。你别得意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苏振邦，你的时代已经结束了。苏青言，你以为这样就能扳倒我？你太天真了。我不天真，苏振邦，你做的每一件事我都有证据，包括我父母的车祸。
你在说什么？你父母的车祸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有没有关系，警方会查清楚。苏振邦，你等着吧，该还的1分都不会少。爸，怎么办？他要查我们的账，还要查车祸的事。喂，帮我办件事儿。爸妈，快了，很快就能还你们一个公道了。苏庆言，苏庆言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你醒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路过。你每次都路过。先喝点水。撞我的人呢？跑了，但我已经让人去查了，车牌是假的，车上的人戴着口罩和帽子，看不清脸。是苏振邦。你有证据吗？没有，但我知道是他。我今天在董事会上说要查他的账，晚上就有人撞我，这太巧了。你最近不要单独行动，我会派人保护你。不用，我不是在和你商量。苏青言，你已经不是一个人了，你有公司，有团队，有那么多人在乎你，你不能出事。好。你好好休息，医院外面有我的人，有什么事随时叫我。陆晨渊，谢谢你，不只是这次，还有之前所有的。不用谢。苏振邦，你终于忍不住了，你越是这样做，越说明你心虚。车祸的事，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赵先生，我之前委托你查的事有消息了吗？苏总，您让我查的事儿有眉目了。说。苏振宝确实有境外账户，资金流水很大，而且他和一个叫阿强的人有频繁联系。阿强是谁？这个阿强是个职业杀手，专门帮人做脏活。我父母的车祸和他有关吗？还在查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您父母出事那天，阿强的手机信号出现在事发路段附近。继续查，多少钱我都出。明白。父母的死果然不是意外。苏振庞，你这个畜生！废物！废物！让你们撞个人都撞不死，要你们有什么用？苏总，那女人命大，车子翻了好几圈都没死，而且陆晨渊的人来得太快，我们来不及补刀。算了，先别当他。最近风声紧，你们都给我消停点。
苏青言比我想象的难对付得多，他不但有陆沉渊撑腰，还自己查到了那么多东西。如果再让他查下去，我做的那些事儿迟早会曝光，必须想个办法让他闭嘴。喂，帮我联系一个人。3天了，那场车祸我只受了轻伤。陆沉渊不放心，坚持让我在医院多观察几天。我拗不过他，索性把病房当成了临时办公室。苏总，查到了。他说什么？阿强交代了，您父母的车祸确实是苏振邦指使的，事后苏振邦给了他500万封口费。我早就猜到了，可亲耳听到的时候，心还是像被刀剜了一样。还有呢？苏振邦的境外账户流水也拿到了，近3年转移资产超过4个亿。苏婉柔也参与了，她用个人账户帮苏振邦洗钱，金额超过8000万。另外，苏振邦伪造股权协议的事也有证据了，那份协议的签名是找人模仿的，笔迹鉴定报告我已经拿到手了。全部整理好，明天早上送到我办公室。明白。爸妈，你们的仇我很快就能报。外面了。陆沉渊，谢谢你。不用谢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从一开始你就帮我，不求回报，你到底图什么？我说过，你让我想起我母亲。只是这样吗？苏青言，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什么吗？我母亲出事的那天晚上，她给我打了电话，她在电话里哭，说她被人骗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我当时在忙一个项目，说等忙完了再打给她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她第2天就跳楼了，我赶到的时候她已经走了。所以那天在街上看到你，被苏婉柔揪入，被所有人抛弃，你站在那里，眼神里没有绝望，只有不甘。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母亲没有的东西，活下去的勇气。我不想让你像我母亲一样，我想看你赢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。你不是一个人，永远不会。陆沉渊怎么来了？他不是苏氏的股东吧？听说是苏青言的私人顾问，陆家的人亲自出面，这事儿不简单。各位股东，今天的股东大会主要议程是审议公司下半年的经营计划。等等，苏董事，你有什么事儿？今天是股东大会，不是你的个人发布会，有什么事儿会后再说。我有几件事想当着所有股东的面说清楚。这件事和所有股东的利益相关。苏振庞担任苏氏集团总裁6年来，通过关联交易、虚增成本、转移调价等方式，侵吞公司资产超过4个亿。你胡说八道！苏青言，你血口喷人！是不是胡说八道？证据说了算。这是苏振邦的境外账户流水，近3年转移资产4亿2千万。这些文件是伪造的！伪造的？这是瑞士银行出具的账户证明，上面有苏振邦的签名和身份信息。要不要现场核对笔记？苏振邦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苏青言，你拿出这些所谓的证据，就是想夺回公司。你一个20多岁的丫头，懂什么经营？苏氏交到你手里，迟早被你败光。经营的事不用你操心，我自己的公司我自己会管好。倒是你侵吞公司资产、伪造文件、收买高管，这些罪名够你在监狱里待几10年了。你以为你赢了？你以为就凭这些东西就能把我送进监狱？我告诉你，
我在江城经营了这么多年，关系网不是你一个黄毛丫头能想象的。是吗？苏振邦，你的关系网我查过了，你贿赂过的官员、收买过的高管、合作过的黑道，所有人的名字都在上面。你觉得他们现在还敢帮你？苏振邦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我父母的死和你有没有关系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，这是一份阿强的口供，他亲口承认是你指使他制造了那场车祸，他收了500万封口费，现在他全部交代了。爸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的杀了苏叔叔和阿姨？苏振邦，你竟然做出这种事儿，你还是人吗？报警！我马上报警！把店长把他抓起来！苏青言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以为把我送进监狱，你就能拿到苏氏？你太天真了！苏氏的核心技术、客户资料、商业机密全在这里，我已经让人备份了。如果我出事，这些东西就会在网上公开，到时候苏氏就完了。他还有这一手？你疯了！苏氏是你一手经营起来的，你毁了它，对你能有什么好处？哼，好处？我得不到的东西，谁也别想得到。苏青言，你不是想拿回苏氏吗？可以，但你要想清楚，你拿回去的可能是一个空壳子。交给我。苏振邦，你以为你赢了？苏振邦让我把公司机密文件拷贝到 U 盘里，说要作为保险，但我没有真的拷贝，我给他的 U 盘是空的。你的助理1周前就投案自首了，他交代了你所有的罪行，包括你让他伪造文件、转移资销毁证据，他给你 U 盘是空的。我们完了，我们彻底完了。苏振邦、苏婉柔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逮捕。你以为你赢了？苏青言，你等着，我出来那天就是你的死期。你出不来的。我不要走了，爸！结束了，父母的仇终于报了。各位，苏振邦已经伏法，苏氏集团需要新的领导者，我提议由苏青言小姐担任苏氏集团新任总裁。同意，苏小姐是苏氏的正统继承人。苏小姐有能力有魄力，苏氏交给她，我们放心。谢谢各位的信任，我一定不负众望，把苏氏做得更好。爸妈，我查清楚了，害你们的人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苏氏集团我也拿回来了，你们放心，你们信，我会把苏氏做得更好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陆晨渊，谢谢你陪我。以后的路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走吧，还有很多事要做。苏氏集团前任总裁苏振邦涉嫌经济犯罪已被逮捕。苏振邦继女苏婉柔涉嫌多类违法乱纪，同样被逮捕。这就是那个苏青言，
真是太厉害了。听说他当年被继父赶出家门，身无分文，没想到能翻盘。苏清言强势回归，出任集团新任总裁。苏振邦在位的6年，把苏氏搞得乌烟瘴气，我没有时间庆祝，因为有太多事要做。苏总，这是您要的美妆产业规划初稿，但我必须说，这个计划太冒险了。美妆不是我们的主业，我们没有经验，也没有渠道，贸然进入这个领域风险太大。没有经验可以学，没有渠道可以建。苏氏的地产和金融业务已经到了天花板，美妆是下一个风口。如果我们不抓住机会，5年后苏氏就会被淘汰。这是我父母当年的商业手稿，里面有他们对美妆产业的前瞻性布局。结合我这半年的实战经验，我做了一份详细的规划，从产品研发、品牌建立到渠道拓展、层流策略，每一个环节我都考虑到了。你看看，苏总，这份规划很专业，市场分析、竞品调研、成本预算都非常详尽。那就干。爸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会不会被判死刑？我在外面还有几个忠心的人，还有一些藏起来的钱，只要我能出去，我就有机会东山再起。苏清言，你以为你赢了？游戏才刚刚开始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我已经把他所有的关系网都断了。他藏起来的钱被我的人找到了，他安排在外面的人被我一个一个的拔掉了。他以为自己是困兽犹斗，但其实他连斗的资格都没有了。经本院审理查明，被告人苏振邦犯故意杀人罪、经济犯罪、伪造文件罪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现依法判决被告人苏振邦数罪并罚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人苏婉柔犯洗钱罪、包庇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8年。不可能！18年！18年！全体起立，退庭。结束了。累了？有一点，但更多的是轻松。走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半年了，我从谷底爬起来，用了半年的时间。这半年，我哭过、痛过、绝望过，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。现在，我赢了。苏氏集团今日发布第3季度财报，季度营收同比增长35%，净利润同比增长42%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苏氏新推出的美妆业务线上市第1周销售额即突破5000万，市场反响妖烈。苏总，初颜系列的第2批货也卖完了，生产线已经满负荷运转了。好，通知生产部增加2条生产线。明白。地产、金融、美妆3大板块并进，我要让苏氏成为江城最大的企业。甚至全国最大的企业。晚上有空吗？有，什么事儿？带你去个地方。陆晨渊，这个男人从我最狼狈的时候出现，一路默默守护，我知道我已经离不开他了。喜欢吗？喜欢，这里好美。我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来这里，站在高处看这座城市，会觉得所有烦恼都变得很小。你也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，陆晨渊，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。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走不到今天。苏清言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帮你吗？因为你值得，也值得我用一生去守护。你聪明、坚强、有韧性，你跌倒了会自己爬起来，你从不向命运低头。这样的女人，值得世界上最好的一切。包括你吗？包括我。